不认！不认我就打到你认！别打了，老头子，她是你亲生女儿啊！再打下去就要出人命了！素芬，不要啊！大猫，你怀孕了。你放心，我不是来伤害你的，放轻松，我来帮你取下捕兽夹。你马上要生了，我来帮你，不要紧张，我在这里。我叫周素芬，这片山头是我们家包的，你们以后可以安心的待在这里，再也不会有人来伤害你们。我还得去救火，先走了。周素芬，今日的恩情，将来我会百倍偿还。请山君恕罪，属下救驾来迟，让您和小山君受惊了。找到刚才那个女人，记住，找到后必定要后谢。是。大姐，救我！我打死你个败家玩意儿，打死你清静！别打了，别打了，快打出人命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姐，救救我！求你救救我！我不想坐牢，我刚有儿子，不想坐牢啊！你先起来再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我在树林里烧柳絮，不小心点了山头，他们要抓我，人马上就到。大姐，我还年轻，我不想坐牢啊！原来是你干的，你糊涂啊！纵火烧山是重罪，要坐牢的。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大不了老子带他坐这个牢。爸，您都多大年纪了，哪经得起这么折腾？这事儿我可帮不上忙。我刚结婚，要是让婆家知道了，还活不活人了？我去负这个责任，我是承包这个山头的法人，出了事也理应由我来负责。大姐，我发誓等你出来，我一定千倍万倍的补偿你，为你当牛做马，绝无虚言，如有违誓，天打雷劈。你在家把咱爸咱妈和孩子照顾好，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你好，我们是执法队，来调查一些情况。我是公司法人，我和你们走。等等！怎么建国他们还没来？山君，10年了，我们终于找到周女士了，我马上就到，您放心，我一定会安全的把周女士带到您面前。像我楚氏集团，国内数1数2的大财团，也不过是山君旗下势力之一罢了。山君如此照拂周素芬，我可千万不能怠慢。再快点！周素芬女士，终于找到您了。恭迎周女士。有人特意派我前来接您相会，他说曾经接受过您的帮助，您一见便知。是不是我弟弟周建国？不是，但那位人物的身份比较特殊，需要当面向您解释。
那我现在还不能去，周家的祭祖大典马上开始了，我不能迟到。周女士，那我派人送您过去，等您结束之后，我再接您和她相见。就停在这里吧，再往里开太扎眼。素英，建国。周家这几年真是发达了，一个祭祖弄这么大手笔。这是我那在城里做生意的小儿子回来了，爸，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是我女儿，还有我教授女婿。爸，乖女儿，儿子开公司，女儿嫁教授，周家这日子过得真是红火。爸，你怎么回来了？爸，我紧赶慢赶，总算赶上了，幸好没迟到。大姐，你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不会是越狱了吧？不是，我表现好，减刑了。回来就回来了，消停待着吧。建国、素英，外头热，你们俩到车里歇着去，车里凉快。别愣着了，祭子的东西还多着呢，赶快帮忙搬，别误了吉时。爸，凭什么？他们去休息，我要干活。怎么的？刚出来我还指使不动你了？再说了，你弟弟妹妹现在是什么地位？一个开公司当老板，一个嫁教授当太太，你呢？一个坐过牢的废物，让你干点活还委屈了？就是，大姐你在里面不也劳动改造吗？怎么出来就不劳动了？我觉得大姐就是想偷懒。我不是素芬，是你回来了，妈。回来就好，别吵了，我来搬。素培，你去歇着，妈来搬。妈，不用，您别动，我来吧。大姐，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车已经满了，坐不下了。再说你瞧瞧你这一身，又是土又是汗的，坐进去我这车还怎么做人啊？我这儿也满了，后备箱都塞满了东西。大姐，反正你也习惯走路，自己走上山吧，也不算远。我走上去，妈习惯了，让素芬坐车吧。没事，妈你们先走，不用管我，我有车。你有车？大姐，都知道你刚从牢里出来，你没钱，自家人也不会笑话你。但你要说自己有车，吹这个牛就没有必要了吧？就是，吹什么牛呢？不是，我真有车，不骗你们。哎呦，可别！要是让什么警车或者囚车把你送进祠堂，那还不够丢人的呢。不是警车和囚车，我真有车，就停在村口，还没走呢。村口？我们来的时候村口就一辆劳斯莱斯，你不会说那辆劳斯莱斯就是你的车吧？大姐，你怎么还在牢里添了说大话的毛病？看来这些年也没好好改造啊。你知道那车要多少钱吗？就连我和二姐都买不起，你一个刚出监狱的劳改犯买得起？别糊弄人了。不是我的，是我朋友的车，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进来，你们自己看我有没有说谎。还装是吧？我就看着你打，今天谁不打谁是孙子。就是，还装上瘾了。今天我非要治治你这个吹牛的毛病。来，我看能叫来车吗？把车开过来吧。把车开过来吧。这都多久了？还没到吗？车马上就到，大家再等一下。不是说就在村口吗？怎么还没来？怎么还不走？
哎呀，爸，还不都是因为大姐说什么她能一个电话把劳斯莱斯叫过来？你说她是不是在说大话？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一回来就搞得乌烟瘴气的，还学吹牛说大话，真是给老周家丢人。爸，我真没说大话，我朋友的车一会儿就来。爸，你看大姐说这种不三不四的话，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不可能！肯定是路过的。周素芬女士，请上车。什么？我没吹牛吧？我真的有车。爸妈，那我先过去了。好，慢点哈。这怎么回事？他哪来的钱？老周，你们家老大也出息了，都坐上这么贵的车了。就是，看来混得不比老二老哥差啊。就是瞎混，瞎混。近日，我市一批豪车被盗，涉及多辆劳斯莱斯、宾利等。如有线索，请积极提供，失主必有重谢。好啊，原来是这样。二姐，你是说大姐为了在我们面前装阔，竟然去偷车？这下好了，劳改犯刚出狱又偷车，待会儿祭祖大典上，咱们可得好好给他上上规矩。老周家绝不容许一个贼参加祭祖。吉时已到，周氏族人各归各位，祭祖大典现在开始。我有话要说，她周素芬根本不配进宗祠祭祖。什么情况？素英啊，这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大家手里的短信就是证据。大姐，我真没想到，你为了装阔充场面，竟然去偷车。刚刚那辆劳斯莱斯是临城丢失的被盗车辆吧？你刚出狱就重操旧业，真是本性难移。你说什么？那不是偷的，是我朋友的车。爸，你看大姐到现在还不肯承认，执法队都通报了，丢的就是劳斯莱斯，短信都发到手机上了，大姐还想蒙混过关。是啊，爸，大姐又是坐牢又是盗窃，这传出去，让我们周家怎么做人？爸，我没有。不孝女！不孝女，竟然偷东西，坐了10年牢也没学好，一回来就给我添堵。启禀山君，周家人似乎十分排斥周女士，他们视她为劳改犯，认为她丢人现眼，在祭祖大典上对周女士有所折辱。山君息怒。山君！他当年纵火烧山，差点把整个山头点了，现在又偷车，真不如死了清静。可不咋地，周汉生家另外2个孩子那么风光，偏偏就这个老大不让人省心。10年前犯了事坐了牢，刚出狱竟然又去偷车，你是要气死我吗？爸，我真的没有偷车，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相信？你让爸怎么相信？
短信都发到手机上了，你还不承认？刚出狱就去偷，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10年牢狱都没能把你劳改好，看来真是本性难移。周建国，你说这话丧良心！我当初是为谁进的监狱，你忘了吗？我求你了吗？我求你了吗？是你上赶着进监狱，是你骨头贱上赶着坐牢。周建国，你王八蛋！当初是谁求着我？说了这么多，不是就想要补偿吗？啊，1000够不够？1万够不够？10万够不够？爸，你看大姐还不肯承认错误。爸，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周家让大家看笑话了，竟然养了这么一个不孝女，前有纵火烧山，现有偷盗成性，拒不悔改。我今天就要给她一个教训。来呀，请家法！山居，周女士有危险，他们要动家法。山居息怒，前面还有10公里就到祠堂了，一切都还来得及挽回。把他给我摁住！周建国，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我为了你坐了10年牢，整整10年啊！不孝女，你认不认错？我不认，我没错。啊！别打了！妈，你干什么？好，你个不认！认不认？认不认？不认！不认我就打到你认！别打了，老头子，她是你亲生女儿啊！再打下去就要出人命了。苏芬，不要啊！今天就打死你个不孝女！哼，住手！爸，你没事吧？周女士，您受苦了，我来迟了。楚先生，你怎么来了？你他妈谁呀？凭什么打我爸？周女士对周家一族有大恩，你们不仅污蔑她，竟然还往死里打她，你们还是人吗？我们周家公祠教训罪人，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哟，我说大姐怎么底气这么足？感情是找了个不三不四的聘儿当帮手。哎呦，刚出狱就带个年轻男人回来，真是伤风败俗啊！周素英，你胡说八道！爸，你看大姐这副德行，这10年她根本就没好好反省，竟然还有空在外面认识不三不四的人，不知廉耻，丢尽了老周家的脸。今天我连你这个野男人一起打！不要打就打我，不要打无辜的人！还敢护着他？好，我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周女士，危险！这是什么东西？老虎，救命啊！妈呀，还有2只，快跑啊！救命！快来人救命啊！大猫，是你吗？真的是你们？你们长这么大了？原来是个破驯兽师啊！敢放老虎吓唬人！大姐，你真下贱，找个耍猴的，还弄几只野兽来祠堂撒野。周女士，您受委屈了，单军亲自来接您了。从今往后，谁也别想动您一根头发。楚先生，大猫，谢谢你们。好啊，周素芬，你敢纵虎行凶，今天我非把这几只畜生打死泼皮！啊！别过来！
救命！我不想死！周建国，你刚才的嚣张劲儿呢？大姐，我错了，快让他离开，快呀！大姐，你真要眼睁睁看着建国被咬死吗？他可是你亲弟弟。周女士，只要您一句话，他今天就得为10年前的事付出代价。周建国，你也有今天！救命！我不想死！快住口！别咬他！大姐饶命啊！我错了。大猫，让他们退下吧。大猫，楚先生，谢谢你们替我出头。周女士，他都把您害成这样了，这种白眼狼您还护着他干什么？我不是护着他，是恶人自有恶人磨，不必为了恶人脏了我们自己的手。周女士，山君让您先跟我们去疗伤，至于他们诬陷殴打您的账，后续再算。好，我跟你们走。你们总算来了，想走没门儿，就是他们，给我全拿下！这是真老虎啊！这活吃人的，这活干不了啊！一群废物，养你们干什么吃的？谁能抓住这几只畜生，我给10万！我看你们谁敢动山君一根汗毛，我让他全家在临城彻底消失。哟，好大的口气啊！建国，别听他吹牛，他算个什么东西？20万，我出20万奖金，连这个男的一起跟我死里打，出了事儿我负责。不知死活！救命啊！快跑！回来！你们这群废物！30万，我出30万！喂，别跑啊！好你个周建国，刚刚已经放你一马了，你还不知悔改！你还敢打我？姓楚的，别以为没人治得了你这几只畜生！我好大哥，楚氏集团临城分部的负责人唐大山就在附近山上打猎，等他到了，你们就死定了！唐大山，哈哈，不错，那可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手里有不少好猎枪。等他一到，什么畜生都得乖乖听话，2、3只老虎算个球。楚先生，你们快走，别管我了。周女士，您安心歇着，别怕。那可是猎枪啊，你们都会没命的。周女士，我保证，今天谁也伤不了我们一根汗毛。死到临头还嘴硬，等唐总带人过来，你们今天插翅难逃。现在知道害怕，晚了。我一个电话过去，唐总10分钟之内必带枪赶到。这小子是不是吓疯了？原来唐大山就是你们的靠山，你现在就打电话，我今天就在这等着，我倒要看看这个唐大山有多大能耐。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建国，快打电话，让唐总带枪来，把他们全突突了。喂，唐总啊，有人在周家祠堂闹事，还带了3只老虎，他根本不把您和楚氏放眼里，您快带人和武器来啊！哈哈哈哈！听见没？唐总马上就到。楚先生，你快带着大猫走吧，我不想连累你们。周女士，别怕，我正愁没带人手呢，他把人叫来，倒省了我的事儿。死鸭子嘴硬，等唐总来了，看你怎么死！本来你们磕头求饶，还能留条全尸，现在我要让你们死无全尸。好啊，我也想看看这个唐大山到底是个什么蠢货，身为临城负责人，竟敢违规捕猎，还和你们这群人渣搅和在一起。你敢骂我，你死定了！给我接人事部，立刻解除临城分部唐大山一切职务，马上生效。不仅要立刻解除唐大山一切职务，还要给我严查他的贪腐问题，一旦查实，绝不姑息。我操，他是不是脑子有泡啊？
还演上了。山君已经安排下去了，以后我一定加强对手下的管理，请山君息怒，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哎呦，我不行了！建国，这男的真疯了！装，接着装，还给处事人事部打电话。你以为你是处事集团董事长啊？哼！大姐，你从哪找来这么个极品神经病，还认老虎当主子，真是笑死人了！楚先生，你们别管我了，快走啊！他们真的会开枪的。周女士，您放心，今天谁也动不了我们。动不了！老子今天不仅要动，还要把你送精神病院，给你这疯子免费看看脑子。对，再把这几只老虎抽筋扒皮，虎皮给我做大衣，虎骨给爸泡酒。老子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老虎肉呢，今天正好拿着3只畜生下酒。放肆！你们算什么东西？也敢对山君不敬？谁再敢乱说一句，我立刻拔了他的舌头！哟，还敢威胁我？唐总马上就到，你们死定了！谁他妈敢在我唐大山的地界闹事儿？敢欺负我兄弟，都活腻歪了吧？站出来让我看看！唐总，您可算来了，救命啊！建国，你怎么被打成这副狗样了？唐总，就是我那个劳改犯大姐，她带了个驯兽师打我。打狗还得看主人，在临城敢动我唐大山的兄弟，唐总替我做主，事后绝对少不了您的好处。我倒要看看谁这么狂。唐大哥，您可得小心，这畜生凶着呢。是啊，唐总，这老虎刚才差点咬死建国啊！凶？老子他妈在海外连大象都猎过，还怕这3-2只病猫？太好了，让他们看看唐大哥的厉害。大姐，你现在跪下磕头，还能留他们的全尸。那个穿西装的驯兽师，给我转过来。哟，现在知道怕了，连头都不敢回了。刚才不是挺能吹吗？吓尿裤子了吧？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你耳朵聋了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老子让你转过来，再不转一枪崩了你！唐大山，你真是好大的威风啊！你看着有点眼熟啊。你就是周建国的靠山，拿着楚氏集团的招牌，公器私用。唐大山，你好大的胆子！放肆！你算什么东西？唐总，他都知道您的背景，还敢直呼您大名，摆明了没把您放眼里。就是，我看他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平时习惯了用这几只畜生吓唬人。您必须给他点颜色瞧瞧。好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在临城敢这么跟我说话的，都沉江了，都愣着干什么？给我上！不要，楚先生，快带他们走！大猫，快跑啊！唐总，快射击啊！山君息怒，不到您出手的时候，别脏了您的手。这种不长眼的垃圾，我来教训即可。站住！再走一步，我开枪了！唐大山，你连你的主子都不认识了？主子？老子的主子在京城总部，你算哪根葱？我姓楚，名天骄。楚董，楚董，他怎么可能是楚董？唐总，你想想，堂堂楚氏集团董事长，怎么可能一个人来这种穷乡僻壤？就是啊，唐大哥，他就是我大姐找的野男人，一个臭驯兽师罢了。这好像是有点不对劲。唐总，您可是临城的土皇帝啊，难道还怕一个耍猴的？他还叫老虎主子呢，哪有董事长认畜生当爹的？妈的，老子差点被你个小瘪三唬住！唐大山，你想清楚了？你妈的，谁这时候来电话？总部李总经理，他怎么会打给我？唐总，别管什么电话了，先开枪打死这个装逼的神经病！如果我是你，
就立刻接通，听听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唐大山，你他妈想死别拉上我！你到底在外面惹了多大的麻烦？为什么楚董亲自下令撤你的职？什么？我不管你现在在哪个鬼地方，10分钟内立刻给我来总部！给不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你自己找坑埋了吧！老子今天被你害死了！康总，你打我干什么？打你！老子恨不得活劈了你！从今天起，我们的合作彻底作废！康总，你别走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姐、亲姐，我错了，我是畜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快上座，您才是周家主事。素芬啊，爸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受苦了，爸心里一直惦记你啊。爸，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都是你个搅家精撺掇的，要不是你，我们一家人能闹成这样？大姐，都是我的错，你饶了我吧。够了，都给我闭嘴！你们变脸的速度真让我恶心。大姐，血浓于水啊，咱们毕竟是一家人。一家人，我替你坐了10年牢，这期间你去看过我1次吗？素芬，那是家里太忙了。那刚刚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污蔑我，谁帮我说过哪怕一句话？那都是误会。误会，哼！我今天算彻底看清了，你们根本不是人，而是一群吸血鬼。从今天起，我周素薇跟你们恩断义绝，以后我再也不会踏进这个家门半步。周女士，山君请您上座。我的老天爷啊！祖宗祠堂塌了！救命啊！这畜生发疯了！跟上！喂，王总，您听我解释。周建国，处事全面停止与你的一切合作，马上准备好天价违约金，等着破产吧。完了，都怪周素芬，如果不是她，也不会得罪唐大山，失去楚氏集团的订单。大猫，今天多亏了你护着我。周女士，这是您的聘书，另外这里是一张无限额度的银行卡。楚氏集团 CEO， 这么说您真的是楚氏集团的董事长？如假包换。那这聘书这怎么行？我哪懂管理公司，而且这是您的公司，我怎么好意思？能把公司作为谢礼献给您，是我的荣幸。至于钱，也是身外之物，而且这也是山君的意思，请您务必收下。楚先生，大猫，谢谢你们。3天后，集团将在天宫大酒店为您举办就职大典，届时会向全城宣布。您先去医院处理一下伤口，明天去京城总部签几份交文件。好，我记下了。那大猫他们怎么办？城市里到处都是人。您放心，山君他们一直隐居在深山丛林，很安全，有需要会随时出现。大猫，我一有空就去山里看你。先去医院，明天去京城总部。难道那个野男人说的是真的？他真是楚氏集团的董事长？怎么可能？我们又不是不知道大姐什么底细，她坐了10年牢，刚放出来就能攀上楚氏集团的高层，还是董事长。再说了，一个董事长天天啥事儿不干，围着一个老女人和3只老虎转，他图什么？可我这心里总不踏实，唐大山都被吓得那副熊样。不行，我得亲自去一趟京城，见一见楚氏集团的赵大海赵董，求一求情，说不定能挽回损失，把订单拿回来。站住！你就这么空着手去见赵董吗？把这2瓶用虫草虎骨泡的酒带上，这才像个上门求人办事的样子。还是爸思虑周全，有了这2瓶好酒，这次去京城见赵董一定能成。建国，我也要去京城，顺便跟你一起去见见世面。等搭上赵董的线，我非弄死周素萍不可。老赵，我到楚氏集团楼下了。哎呀，周总，您稍等，我马上找人下去接您。
不着急，你慢慢忙。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没想到竟然能在楚氏集团看到你，周素芬。跑什么呀，大姐？怎么，现在离开了周家村，没了那几只畜生野兽给你做依仗，你装不下去了吧？没饭吃了，所以只好来楚氏集团找份工作养活自己了。大姐，你能自食其力出来找工作很好，但你也不看看楚氏集团是什么地方。楚氏确实在招保洁，但要求是45岁以下。你也不照照镜子，都快50岁的人了，还来这儿凑什么热闹？你们说完了吗？谁说我是来楚氏集团应聘保洁的？前天在祠堂，我已经和周家彻底断绝了关系。我来这里干什么？你们现在没有任何权利干涉我的生活，你们也不配。大姐，死鸭子嘴硬就没意思了。你如果不是来楚氏找工作，那肯定就是打听到我和二姐今天要来京城找赵董，所以特意跑来蹲守，故意制造巧遇，想挽回和周家的关系吧？就是，话说的挺绝，身体倒挺诚实。周素芬，既然你已经单方面断绝了和周家的关系，最好坚持到底。毕竟我和二姐，一个是开公司的老板，一个是嫁教授的太太，你呢，只是一个没工作刚出狱的劳改犯，实在不配和我们俩沾亲带故。毕竟云泥有别，云泥有别，确实是云泥有别。行了，别在这装模作样了，来找我们认错，想恢复关系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但现在的你，确实跟我们不是一路人。我再说一遍，我来楚氏集团有我自己的正事要做，跟你周建国、周素英毫无关系。正事？你一个要钱没钱、要学历没学历的无业游民，来楚氏集团能有什么正事？难道是把你那个驯兽师姘头给撇了，跑这儿来找人包养了？把你的嘴放干净点，给我说人话！周素芬，你这个贱人，你敢打我！我今天跟你拼了！保安死哪儿去了？有人在楚氏大堂打人了！快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赶出去！对，就是她，这个没素质的老女人在你们大厅闹事，赶快把她给我轰出去，让她滚！你确定不确认一下我的身份就要让我滚出去吗？呸！确认身份，老子天天在大厅看人，楚氏集团总部就没有你这么大年纪穿得跟乞丐一样的娘们儿，别在这装蒜！哥几个，把她给我嫁出去！老赵，我在大堂前台，你们楚氏的保安现在要把我强行赶出去。哈哈，大姐，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连装逼都不会演戏。赵大海、赵董可是楚氏集团的核心董事，我和二姐今天手捧重礼，就是专门来拜见。就是，你还装模作样给赵董打电话，真是可笑。待会儿赵董真下来了，看清你这劳改犯的真面目，就是你周素佛的死期。而我只要向赵董禀明情况，就能重新得到楚氏集团的青睐，拿回失去的订单，公司再次腾飞。周建国，楚氏集团是绝对不会和见利忘义、口蜜伏巢的小人合作的。别跟他废话，保安，把他给我扔出楚氏集团！都给我住手！这里到底在闹什么？成何体统？刘总，您来的正好，我是周家的周素英，我们今天特意大老远从凌晨过来，专程来见赵大海赵董事的。这个叫周素芬的老女人，刚刚在这里无理取闹，竟然动手打人，简直是疯了！对呀，刘总，这是我乡下的大姐，一个什么都不懂、没见过世面的老娘们儿，竟然敢跑到楚氏集团来大放厥词！您一定要叫人好好治治她，给她点颜色瞧瞧。你说她叫什么？周素芬啊，我大姐，一个乡下老娘们儿。周女士，真是不好意思，我是销售部经理刘星，是赵董专门派我下楼来接周女士您的，让您受惊了。刘总，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您可千万不能上了这个周素萍的当啊！是啊，刘总，她浑身上穿的那么寒酸，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中年妇。你个不懂眉眼高抬的东西！周女士也是你能治回的，你现在被正式开除了，给老子滚蛋！刘总，我也是为了公司的安全，全心全意为了集团啊！放屁！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刘总，您真的被他给糊弄了。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住了。这个周素萍根本就不是什么贵人，她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劳改犯，前天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啊！不错，周建国，我是刚从牢里出来，
但当年我到底是替谁坐的牢？要不要我现在就把实情一字不漏的说出来，让大家来好好评评理？周建国，从现在开始，楚氏集团总部及旗下所有分部不再欢迎你踏入半步。刘星，你少在老子面前摆谱！你确定要为了一个刚出狱的老娘们得罪我周建国吗？要知道，我背后的靠山可是赵大海赵董，得罪了我，你在楚氏也别想混了。周老板，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不过就是一个在乡下收山货的小破公司，一年的净盈利撑死也就110来万。我老实告诉你，如果1个月内得不到楚氏集团的续约，你们周家会直接破产。刘星，传我的话，从现在开始，立刻断绝楚氏集团和周家的一切商务合作、资金扶助以及项目往来。周素芬，你这个贱人，你算什么狗屁东西？你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说断绝楚氏的合作就能断绝？你在这演戏给谁看呢？好你个刘星，竟敢在楚氏大堂动手打合作方！你给我等着，我今天一定要告到赵大海赵董那儿，让赵董知道楚氏集团的下属有多以下犯上，不知死活。好啊，你尽情去告。今天你能见到赵董的一根头发丝，老子这个经理位置直接让给你。周女士，赵董和董事长已经等候多时了，请随我上专属电梯。建国，你看见没有？怪不得周素梅前天跟我们断绝关系那么有底气，原来这个不要脸的老女人早就勾搭上刘星了。你的意思是，今天也是他们俩合伙从中作梗，故意看我们的笑话？不错，我们绝不能放过他，一定要找到楚氏集团的总裁和董事长，当着人的面狠狠地告他们一状，让他们身败名裂。周总、董事长，明天的就职晚宴已经全部准备妥当，邀请函也已经发放到京城各大名流手里。届时，我们将正式向外界隆重介绍周素芬女士出任楚氏集团新任 CEO 的消息。另外，关于那个周建国，他的山货公司之前确实是我们的底层供应商。刚才按照您的吩咐，已经口头通知周建国停止一切合作了。接下来具体要怎么处理？不用留任何情面。老赵，立刻让法务部给周建国发正式的律师函，切断楚氏集团和周建国以及周家的一切业务连接，全面封杀。久仰久仰，早就听闻周老板的临长山货公司是楚氏集团赵董钦点的核心合作商啊。待会儿晚宴正式开始，周老板可一定要好好替我们引荐引荐，带带兄弟们啊！好说好说。其实啊，楚氏集团之所以每年都把那么重要的独家订单交给我，主要还是楚氏的大老板们看中了我周建国个人的卓越商业能力。哈哈哈哈。哟，刘经理，怎么？白天在大堂不是很狂吗？哼，现在知道老子要见赵董了，急着把新一季度的续约合同给我送过来了。周建国，我确实是奉楚氏集团新任总裁的最高命令，特意来给你送合同的。至于内容，你亲自打开看看吧。这是啥？你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全取消了，肯定是刘星，肯定是刘星这个王八蛋勾搭了周素芬，在背后搞的鬼！冷静，别自乱阵脚。别忘了，今天是楚氏集团新总裁的就职晚宴，等会儿我们直接去拦大老板的轿子，赵董一定会替我们做主的。对，也只能如此了。大猫胖了，真好。董事长、总裁，按照您的最高指示，法务和销售部已经把全面终止合作终极合同亲手交给周建国了。周建国怎么说？周建国现在在大厅里暴跳如雷，急得像条疯狗。董事长之前特意吩咐，为总裁您量身定制的顶级晚宴礼服和全套首饰配饰，现在也已经全部在更衣室准备就绪了。周女士，吉时快到了，请去换衣服吧。
怎么还不来？新总裁怎么到现在还不入场？全体肃静！楚氏集团董事长以及楚氏集团新任 CEO 到。大姐，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没想到我们楚氏集团新上任的神秘大总裁，竟然是一位成熟的中年女性。你看看这气场，这雍容华贵的气质，简直是太出众了。身边的董事长也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真不愧是国内3大财团之一的至高掌门人啊！放屁！你们大家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什么狗屁高出众的气质掌门人？周素芬才不是什么楚氏集团的总裁，她根本就是一个没文化、没见识、最下贱的农村妇女。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但这个老女人明明就是我那个一无是处的亲大姐，她怎么可能会是楚氏集团的新总裁？你少在这装神弄鬼，别以为换上身好皮，再花2个臭钱找几个小演员，就能跑到这种顶级晚宴上来冒充楚氏集团总裁。你懂什么是跨国投资，什么是商业逻辑吗？周建国、周素英，你们一家人真是井底之蛙，太好笑了。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这种地方，你周建国一个开皮包公司的下三滥来的，为什么我周素芬就来不得？大姐，我知道前天我们说了几句实话戳痛了你，但你作为长姐也太小心眼了吧？至于为了跟我们争一口气，一路尾随我们到京城，还专门雇演员演大戏来恶心我们吗？各位，大家千万别被这个骗子骗了，这个叫周素芬的老女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楚氏新总裁，她就是一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劳改犯。她身边那个男的也根本不是什么董事长，就是她找的一个耍猴的野男人。弄了半天是个劳改犯和耍猴的驯兽师啊，居然敢跑到楚氏的就职宴上来冒充大总裁，现在的骗子真是胆大包天。哼，可不是嘛，连自家的亲弟弟妹妹都站出来揭发了，看来这人品绝对是烂透了。我要是摊上这种无耻亲戚，早就羞愧的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各位，前天在老家祭祖大典上，我不过是好心说了几句让他好好改造之类的话，结果他不仅单方面要和我们全家断绝关系，还放野兽把好好的祠堂弄得鸡飞狗跳，彻底塌了。不错，结果到了京城，他又倒打一耙，污蔑我们不顾亲情，甚至为了报复，还恶意缴获我和楚氏集团的独家合作。大家给评评理，天底下哪有这样当亲大姐的？简直是丧尽天良！天底下竟然有这样做大姐的，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就这还有脸和家里断亲？要我早就把他扫地出门了。以前就是爸妈和家里太惯着你了，今天只要你公开承认你是个骗子，跪下道歉，看在身上还流着同一脉血的份上，我周建国就既往不咎，原谅你了。你们这一对姐弟演够了吗？谁给你们的狗胆，让你们觉得我周素芬需要向你们这2个白眼狼道歉？就算今天这里有人要跪下磕头道歉，也应该是你周建国和周素英给老娘跪下来认错。不过我今天不需要你们的道歉。周建国，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这是楚氏集团法务部刚刚拟定的追责律师函，一共是5000万的违约金。楚氏法务部现在正式对你个人及公司进行全面起诉。周素芬，你是个什么不三不四的脏东西？凭什么听你在这拿着几张破纸胡说八道？你以为你4张白纸就能吓唬到我弟弟吗？好的，由于周建国涉嫌严重商业欺诈的行为被银行知晓，联合银行已经对周建国个人的全部名下私人银行账户、资产进行了冻结。刘星，你和周素芳真是演戏演上瘾了，笑死人了！你以为你是谁啊？一个小销售经理，说一句话就能命令银行冻结我弟弟的私人账户？周素芬，你有那个通天的能耐吗？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能耐，你们现在自己看。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周素芬，你这个劳改犯，你到底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下三滥手段，才把我弟弟的私人账户给彻底封死？你们2个白眼狼也别急着叫唤，
这才仅仅只是个开始，冻结的不过是他的个人账户罢了。接下来还有他的公司对公大账户。周总，彻底完了！就在刚刚1分钟前，我们公司的所有对公大账户全部被银行强行冻结了，现在公司账面上的资金1分钱都划不出来。怎么回事？那个叫周素芬的女人不是说只是个刚出狱的劳改犯吗？怎么可能第一时间知道周建国所有私人和公司账户被冻结？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真的是楚氏集团那位新上任的 CEO 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周素芬，你就是一个洗衣服做饭的劳改犯，你到底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诡计在后面陷害我？周建国，我用了什么手段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千万资产的灰飞烟灭，本就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奴该付出的代价。大姐，你也未免太心狠手辣了吧？搞垮你自己的亲弟弟，让我们周家破产毁于一旦，对你这个当大姐的到底有什么好处？周素芬，不要以为你勾搭一个小小的刘星就能颠倒黑白，老子背后的通天大山靠山，赵东马上就到。赵董，临城的那个供应商周建国又疯狂打来了好几个电话，您看要不要接听一下？哼，挂掉，不用再接了。董事长和新总裁亲自下过死命令，以后凌晨周家跟楚氏集团再无瓜葛。另外，和周建国公司的所有合作项目都已经彻底取消了吧？是的，赵董，已经办得干干净净了。周建国，我劝你不要再做无谓的垂死挣扎了。楚氏公司总部已经对你下达了全行业最高级别的封杀令，已经全面停止和你的任何商务合作及任何形式的后续资金资助。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一定都是你和刘星这个黄八蛋私底下串通搞出来的诡计。周素芬，你一个坐了10年大牢的死要饭的，你说取消就取消，你以为你是谁啊？就是，大姐，你当年不过就是个在村里包山头、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娘们儿，以为自己在监狱里看电视学了几个词儿，就真以为自己懂跨国大生意上的事儿了吗？周总，楚氏集团全面封杀我们的消息已经彻底传开了，现在临城几百个上游供应商债主全部上门讨债了，工人们也都在闹罢工。周总，我们已经彻底顶不住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周素芬，你这个贱人到底在背后做了什么？为什么实力通天的楚氏集团会为了你这么一个下三滥全面封杀我？还能是为什么？绝对是周素芬这个下贱的老女人使了狐媚子手段，让刘星在背后利用职务之便跑到赵董面前百般诋毁你，才导致赵董被蒙蔽，下达了封杀令。周素芬，你为了当年那点破事儿，竟然要彻底毁了你亲弟弟我一生的心血！你这个女人怎么能歹毒到这种地步？你简直不是人！怎么到哪儿都是这个老女人在乱嚼舌根啊！摊上这种心狠手辣的亲姐姐，也真是这位周老板倒了8辈子血霉了。楚氏好歹也是国内数1数2的跨国超级大财团，真的会因为一个毫无背景的老女人随便在背后说2句坏话就取消合作吗？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吧！大姐，我亲大姐呀，我求求你，给你磕头了还不行吗？你发发慈悲，看在我是你亲弟弟的份上，给赵东打个电话求求情吧，否则我的公司，我整个人生都要彻底完蛋了。周建国，前天在祠堂门前，在你们请出家法要活活打死我的时候，我们之间就已经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了。你现在的死活与我何干？而且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在背后诋毁你，才导致你被楚氏封杀，你凭什么这么笃定呢？如果不是你在背后诋毁我，楚氏集团的高层又怎么可能会在短短几分钟内突然彻底封杀我？周建国，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周素芬压根儿不需要在任何高层面前诋毁你，因为我周素芬本人就是掌控着你周建国及整个周家生杀大权的楚氏集团最高总裁。哎呀，我不行了，周素芬，你少白日做梦了！你就是个连小学都没毕业，刚从大牢里放出来的劳改犯，居然还敢说自己是总裁，真是精神病院大门没关好，把你放出来了。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周素芬，你个贱人！你知不知道公司是我这10年来当牛做马才攒下的一身心血？如果今天我的公司没了，老子就算做鬼，也一定不会放过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周素芬，等我见到赵董再次拿到合作之后，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这个老女人！别以为老子不敢动你，
到时候就算你跪下来求老子，老子也绝对不会放过你！我看你们这两个不知死活的杂碎，今天谁敢乱动周女士一下，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在这大放厥词了？呸！姓楚的，少在老娘面前装腔作势，你还真把自己当董事长了？你给我等着！明天老娘就把周素坟的所有黑料全部在网上曝光，老娘要让周素坟这个贱人下半辈子彻底社死！安保呢？天宫酒店好好的一个高端晚宴，全部被这两个下三滥、倒胃口的骗子搞得鸡飞狗跳。现在老子不想再看到他们俩。来人，立刻把周素芬和楚天阳这两个骗子给我轰出去！周建国，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大言不惭，要把我们楚氏集团的董事长和总裁赶出去，活腻歪了吧？我呸！刘星，你少在这里吓唬人！周素芬和这个臭耍猴的能有个屁的高贵身份？保安全都聋了吗？还不赶紧把这两个骗子和这个刘星一并给老娘丢出去！周素英，给我闭上你的臭嘴！我告诉你，今晚这场晚宴就是专门为周女士一个人而隆重举办的。如果今天周女士从这里离开，那么这场晚宴也就没有任何继续下去的价值了。刘星，你一个周素芬在外面找的野男人姘头，还真在老娘面前装上了！不知道的人看着你这副摇尾巴的狗样，还真以为周素芬这个老女人是楚氏集团的总裁呢。如果我说我就是呢？你就是。周素芬，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吹牛，这么会装逼呢？真是笑掉大牙！建国，这欢迎晚宴的安保和经理都是摆设吗？还不赶快把这个死老太婆和那个耍猴的给我轰出去！对，把他给我赶出去，赶快滚！总裁、董事长，你们受惊了！什么？总裁、董事长？好啊，周素芬，你连安保人员也买通了，既然舍得花这么大的价钱演这出戏，真是好样的。直到现在你还觉得我在装是吗？真是冥顽不灵。这里在闹什么？怎么连总部的赵董都亲自到场了，可还是迟迟没有看到那两位神秘的董事长和新总裁入场呢？难道还没来吗？哎呀，赵董，您可算来了！我刚才给您的私人手机连续打了好几个急电，可能是因为您太忙了，所以不小心错过了没接听。哈哈，您看这以后你不用再给我打电话了。楚氏集团和你们周氏的所有商务合作，就在刚才已经彻底无条件终止了。你也别再给老子打任何一个电话，明白吗？赵董，这未免也太突然、太开玩笑了吧？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您总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被取消合作的原因吧？对啊，赵董，您千万不要被奸人蒙蔽了双眼啊！是不是在来宴会厅的路上听了周素芬这个老女人的坏话，所以才取消合作的？对，赵董，您千万不要相信周素芬那个贱人说的任何鬼话呀！她周素芬就是一个恨人有笑人无、心胸狭隘到极点的死老太婆。你们居然有天大的狗胆，公然说周素芬女士是一个死老太婆！是啊，赵董，她周素芬不过就是10年前对我们周家有过一点微不足道的恩情，结果呢，现在一出狱就挟恩报复，要这要那。对，我没有满足她的无理要求，她就跑到京城来，到处恶意重伤我。赵董，这楚氏全面停止合作的通天大事，全都是周素芬这个贱人在背后疯狂恶意诋毁和报复啊！赵董，您现在尽可以问一问在场的老总们和媒体朋友，刚才大家都是亲眼看见这个老女人是如何在这儿无理取闹的，大家都可以为我周建国的清白当场作证啊！对啊，赵董，刚才就是这个从大牢里刚放出来的老女人，在这挟恩报复不成，还不要脸的演戏呢。可不咋地，摊上这种天天在背后乱嚼舌根、恶意诋毁亲弟弟的恶毒姐姐，也真是这位周老板倒了8辈子血霉了。赵董，你可千万要替周老板做主啊！全都给老子住口！这群瞎了狗眼的东西，知不知道你们现在在用最下贱的话恶意诋毁重伤的这一位尊贵存在到底是谁？楚氏集团董事赵大海见过董事长，见过新任总裁。什么？总裁？董事长？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楚氏集团全体18000名员工恭迎周素芬新总裁正式就职驾临，欢迎您的到来。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么说，那个中年女人，她居然真的就是威震全国、掌握100亿生杀大权的楚氏集团大总裁啊！
赵董，你看清楚啊！你一定是认错人了，对不对？他周素芬怎么可能会是高高在上的总裁？他明明就是一个没文化、刚坐了10年牢的劳改犯啊！老子在楚氏干了30年，怎么可能连集团董事长和总裁都认不得？倒是你，周建国，周女士为了你坐牢10年，10年啊！可你这个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白眼狼是怎么对她的？我撺掇你父亲动用家法往死里打他，在这满嘴喷粪诬陷他是骗子，你简直连一头畜生都不如！大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是畜生，是丧良心的白眼狼，我给你道歉，给你磕头认错，我求求你高抬贵手，让银行把我的账户全部解冻吧，否则我这辈子就全完了。周建国，你现在的道歉和下跪大可不必了，因为我根本受不起。况且我前天已经说得很明白，我周素芬和周家所有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的死活与我何干？周建国、周素英，但凡你们这2个东西的骨血里还残存着一丝一毫的人性和良心，就不该用最下作、最阴损的手段来对待替你们顶罪坐牢、有恩于你们的亲大姐。如今落到今天倾家荡产的地步，纯属活该，自找的。我呸！原来周建国才是天底下最无耻的白眼狼。亲姐替他坐牢10年，他不仅不报恩，竟然还伙同妹妹家法殴打、恶意诬陷，这也太不是个东西了吧！亏我们刚才还听信了这个泼妇的鬼话，以为是周女士太小心眼、太作呢，没想到这个周建国才真正是个丧尽天良的人渣白眼狼。赵董说的没错，落到今天这种破产的下场，完全是他活该。这么好的亲人不知道好好珍惜，现在后悔了，晚了。大姐，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求求您把公司救回来！大姐，这全是误会啊！如果早知道大姐您现在是楚氏集团高高在上的大总裁，就算借给我们1万个胆子，我们也绝对不敢对您有半点不敬啊！周素英，你这句话真让我恶心。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周素芬今天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没有权势的乡下女人，就活该被你们周家踩在脚底下作践，就活该被你们指着鼻子辱骂是没人要的死老太婆，是不是？大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真不是故意骂您的，您听我解释。老赵，我现在1分1秒都不想再看到这2个人，立刻把他们扔出去。是，总裁。都愣着干什么？保安，立刻把周建国、周素英这2个见利忘义的东西给我轰出去！马上！滚！你们2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畜生，给老子滚出去！爸，我可是你亲儿子啊！我现在公司被封，私人账户也变成0，外面几10个债主拿着刀满大街找我，你把我赶出去，我今晚就得死在外面啊！呸！儿子，老子没你这种被银行冻结资产的要饭儿子。老周家几百年的祖宗祠堂，全因为你得罪了那个挨千刀的，被老虎拍成了废墟。爸，这怎么能全怪建国呢？还不是周素芬那个贱人太狠毒了。他现在在京城当了楚氏集团的大总裁，穿金戴银，却回过头来把亲弟弟往死里梗，他这是要遭天谴的。你还有脸说？要不是你前天在大典上供火，老子能去动家法打他。现在好了，人家一句话，咱们全家在村里的脸都丢干净了。给老子滚！别死在老子门口，看着倒胃口。二姐，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凭什么那个小学都没毕业的死老太婆能在京城要风得风，老子却要在这儿啃冷馒头？建国，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个死老太婆既然不给咱们活路，咱们也别让她好过。你们是谁？抢劫吗？我没钱了，老子1分钱都没了。周建国先生，周氏山货公司的老板。是，
我是周建国。各位老板，我的公司白天已经被处事全面封杀了，我真的没有钱还债啊！钱，在我眼里，钱是最无用的数字。周先生，我大老远从海外私人飞机过来，是来送你重回巅峰的。送我重回巅峰？老板，我都不认识您，您图我什么呀？打开它，看看10年前你犯下的那个愚蠢错误。这是10年前我点着的那场山火。你以为凭你当年烧几把柳絮，就能把整座西山林场变成围困神兽的死局？周建国，那场火里的无色助燃剂，是我们黑金组织在半个月前就布置好的。你们放的助燃剂，那你们的目标是？我们的目标是那只山林守护兽山菌，它的骨血在黑市价值连城。可我们下了血本，精心布置的猎杀计划，居然被一个拿着灭火器的农村蠢女人彻底破坏了。周素芬，竟然是周素芬！不错，他破坏了我们的计划，还替你坐了10年牢。但现在那只畜生又在你们周家现身了。周先生，只要你帮我把周素芬引出来，你失去的一切，我10倍还给你。老板，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周素芬现在身边有楚天娘那个小瘪三儿，还有楚氏集团上百个高管护着，更有那只大老虎当保镖，一般手段根本动不了他呀。对，那只畜生一爪子就能拍碎红木主墙，你们这几个人不够给他塞牙缝的。蠢货，真以为你们点古老的图腾，在现代高科技和真正的邪祟面前能有什么胜算？开枪，让这2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开开眼！妈呀！蛇，大水蟒！这是我们组织耗资数亿，用基因技术在海外培育的域外血蟒，它的绞杀力能瞬间压碎坦克的装甲，它的毒素专克你们所谓的山林之王。周先生，你觉得这头野兽够不够把那只大猫撕成碎片？打开。这里是500万美金现钞，事成之后，我不仅再给你5000万，还能让京城的楚氏集团全面撤销对你的封杀，跪着把临城所有的独家订单还给你。建国，这么多钱，咱们这辈子都花不完啊！干了，必须干了！老板，你要我怎么做？只要能整死周素芬那个死老太婆，拿回我的公司，你让老子杀人放火我都干。很简单，用最能触动他那个愚蠢脑子的办法，把你大姐周素芬从京城孤身引回临城老家。引回林州太简单了，我太了解我那个大姐了，她这辈子就是个骨头贱的圣母，只要我稍微设个局，她就算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也会自己乖乖跳进来。周素芬，你给老子等着，你把老子逼上绝路，这回老子要让你和你的那只大猫畜生一起死无葬身之地！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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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这是本周的董事会日程。另外，董事长那边刚发来跨国加密传真，欧洲那边的市场封锁进入关键谈判期，他这几天需要切断一切私人联系，全权由您坐镇京城总部。知道了，告诉外贸部，董事长在前方打硬仗，后方的资金链必须给我死死咬住，绝不能出半点差错。是，周总。周建国，我说过，我和你们周家已经恩断义绝，不要再打电话骚扰我，否则处事的法务部会让你连村口都出不去。大姐救命啊！妈快不行了，妈要死了！妈，
听说了我的公司彻底破产，翟婷婷要被法院收走的消息，一时急火攻心，当场就脑溢血倒下了。医生刚刚下了病危通知书，说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安排京城最好的脑科专家坐私人飞机过去。来不及了，医生说妈根本经不起折腾了，妈嘴里一直喊着你的小名，就想在闭天前见你最后一面啊！大姐，千错万错都是我错，但妈是无辜的呀。我回去，我这就回去。大姐，医生特意交代了，妈现在脑神经极度脆弱，绝对受不得一丁点刺激，所以你一个人来就好，算我求你。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已起航或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不行，等不及了，多耽误1分钟，妈可能就没了。周总，您去哪儿？下午3点还有跨国视讯董事会啊！全部推掉，通知各部门按原计划执行。我有天大的急事儿，必须立刻回一趟临城老家。那我立刻通知地下车控，让总裁专属车队准备劳斯莱斯，调集20名1级安保人员随行护送。来不及了，我现在立刻就要走。去临城周家村，用你最快的速度，出了任何违章，我10倍赔给你。好嘞，大姐您坐稳了，保证用飞的速度送您到家。建国，妈在哪个房间？医生呢？妈，我回来了，素芬回来了。建国，妈呢？你不是说妈在家里静养，等我见最后一面吗？大姐，我的好总裁，你真是一点都没变，骨子里永远是当年那个骨头贱的圣母。只要提起后院那个老太婆，你那大总裁的脑子就跟进了黄米水一样好骗。你骗我！妈根本没有脑溢出血，你拿你亲生母亲的命来设局骗我！妈好得很，在后院偏房睡着呢，连个感冒都没有。不过大姐，你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别想再拍拍屁股回京城。咱们姐弟俩还有这10年的血债，今晚得一笔笔算清楚。你这个连出车都不如的疯子！周建国，你到底要干什么？放我出去！你这个疯子！T 老板，您看我周建国没说大话吧？我太了解这死女人了，只要提那个老太婆，她连个号子都没带，一个人乖乖的送上门给您当诱饵。周建国，你竟然勾结境外的黑金组织！只要能给老子海外美金，能帮老子把处事的订单和公司拿回来，就是老子的亲爹。周素芬，你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有像死狗一样落到老子手里的一天吧？太吵了，无耻小人！动手速战速决，把诱饵绑去临终祭坛。滚开！总裁，我呸！T 老板，接下来咱们怎么整？把他用大铁链锁去后山临终祭坛的石柱上，用卫星频道公开放育他流血的画面。诱饵已经挂好了，接下来准备恭迎那只在山林里藏了10年的畜生。周女士，你的骨头确实很硬，但高科技带来的痛苦，你撑不过3分钟。乖乖配合我，喊你们所谓的山精出来。大姐，你少在老娘面前装什么铁骨铮铮！你死撑着那只畜生不放，最后被电成黑炭的可是你自己！对，T 老板，我这大姐骨头贱得很，用不着对她客气，加大剂量，直接电死她算我的。哼。加大电磁频率。周建国，
你出卖祖宗和至亲，你连当人的资格都没了。老娘一个字都不会说。开启微波卫星全球频道，在整片西山山脉大范围放映。那只畜生极通人性，它闻得到恩人的血，更看得懂监控。好，太好了！T 老板这招叫守株待兔，那畜生只要敢露面，老板的宝贝就能把他搅成肉泥。二姐，到时候虎皮归你做大衣，老子拿他的虎牙做项链。我要最大的那张虎皮垫在大厅里。怎么回事？地震了吗？全员戒备，他来了！大老虎3只，T 老板救命啊！哈哈，来得好！恭迎神兽入局。绞杀他，让这只土主畜生变成你的食物！哼，愚蠢的野兽！启动微波干扰，开火！不要！打得好，毒死他，累死他！周素芬，你看看你养的这个好畜生，今天他要死在你前面了，跟老子斗，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再打了，大猫！大猫，你快走啊！别管我了，大猫！大猫，你快走啊！再不走，它要咬断你的脖子了！哈哈哈哈哈哈！周素芬，你省省口水吧！今天这畜生就算有通天的能耐，也得死在 T 老板的宝贝手里。这就是跟老子作对的下场。就是 T 老板，快让你的蛇咬死他！山虎不过如此，加大绞杀力度，把他的骨头一寸寸勒碎。不要！有什么手段冲着我来放过大猫？周建国，你这个丧良心的白眼狼，你不得好死！老子不得好死！今天先死的是你和这只畜生！等拿回了老子的独家单，老子在临城就是土皇帝，谁敢说老子一个不字？怎么回事？起火了吗？T 老板，这到底是什么高科技？不，这不是科技，这股能量波动超出了仪器的极限！快开枪打死那只老虎！
总裁，周素芬，你到底招惹了什么东西？咬他，绞死他！他不过是强弩之末。Impossible，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生物？我们的基因技术是最完美的。饶命啊！这都是 T 先生让我干的，我是被逼的。周素芬是我亲大姐，我没想杀她呀。全部抱头跪下，手放后面，动一下立刻开枪。周女士，我来迟了。天骄看到我留的字条了。我一下飞机回总裁办，看到字条就知道你中了这帮畜生的调虎离山计。我立刻联合了临城反走私执法总队，1秒都没敢耽误。周女士，您受苦了。T 先生非法入境，动用禁忌武器，甚至合谋绑架我们楚氏集团的总裁。我保证，你们那个所谓的黑金刚会，今天开始在国际上会被彻底连根拔起，除名江湖。大姐，我是你亲妹妹啊！这全都是周建国这个畜生撺掇我的。大姐，你跟楚总说一声，放了我吧。周素英，你个臭娘们儿！你白天拿钱贴他脸的时候，怎么不说是我逼的？还有你个周素芬，你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亲弟弟要去坐牢，就不怕周家的祖宗半夜来找你掐死你！周建国，10年前你放火烧山，为了让你安心照顾咱爸咱妈，我心甘情愿替你戴上手铐，替你坐了整整10年大牢。对，大姐你最疼我了，血浓于水啊，你救救我！前天在祠堂，你撺掇咱爸往死里抽我的时候，可曾想过血浓于水？在晚宴，你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死老太婆的时候，可曾想过血浓于水？今天，你用咱妈的命做局，把我骗回这狼窝的时候，可曾想过血浓于水？10年前，我替你戴这双手铐，10年后，你就自己把牢底坐穿吧。老周家没有你这种汉奸白眼狼，带走！大姐，大姐！大猫，10年前我护着你，10年后你救我一次，我们真是有解不开的缘分。这片西山是你的家，你安心在这里待着，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周总，林场周围我已经安排了最顶级的暗卫和全套监控系统，守备森严，任何境外黑金势力都绝不可能再踏入此地半步。京城总部那边，董事会还在等着您主持大局。好，天骄，我们回京城，属于我的公道我已经在临城全数拿回来了，接下来就该去清理楚氏集团内部藏着的那些脏东西了。是，周总。恭迎周总裁主政总部。林秘书，你来告诉我，京城第一仓储基地作为楚氏整个北方核心物资的运转中枢，为什么会连续3个季度出现虚假采购？仅仅是物流损耗这一项，竟然平白无故蒸发了5800万。周总息怒，这个仓储基地情况非常特殊，基地负责人叫钱大发。钱大发？对，他在地方上经营了10几年，黑白通吃，
手下养了几十个好勇斗狠的保安，把整个基地围得像个铁桶，人称基地的土皇帝。土皇帝拿着楚氏集团的100亿大单物资，中饱私囊，以次充好，真以为天高皇帝远，没人治得了他。之前老总才在位时，总公司前后派过去3波专业的审计团队，可每次去了，都怎么样？说，要么是被那边的恶霸保安打成重伤住院，要么是查出来的账目天衣无缝。大家都私下里传，钱大发在总部高层有极其恐怖的大靠山撑腰，谁动谁死。有大靠山撑腰，我周素芬连境外的黑金商会和基因毒蟒都应对得住，还怕他一个基地的地头蛇？这楚氏集团是大猫和天骄的一生心血，容不得这种硕鼠在这嬉戏。周女士，刚刚接到海外密报，黑金商会驻扎在欧洲分部的残余高层似乎察觉到了 T 先生落网的消息，正准备大规模转移100亿黑资产，我必须亲自带人赶过去，斩草除根。天骄，海外战场是天大的事，你放心去打。至于后方，有我坐镇，出不了乱。周总，这个钱大发在基层无法无天，行事作风狠辣暴虐，要不等我半个月，等我从海外调集精锐回来。等半个月，那只硕鼠早就把假货转移干净，把账目一把火烧了，打草会惊蛇。钱大发既然防总公司的审计像防贼，那我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您的意思是？我换上便服，瞒着所有人，以最普通、最卑微的底层临时检验员的身份潜入。只有混在最底层的泥潭里，我才能拿到他以次充好侵吞资产的第一手致命铁证。周总深谋远志，那您务必带着我的专属定位腕表，一旦有危险，我的车队随时准备神兵降临。好。钱大发，老娘坐了10年牢，什么样的恶人没见过？今天我就亲自来量量你这个土皇帝的分量。钱总，总公司那边人事部打过招呼的那个新来的临时检查员到了。我呸！天天催着要提高出货效率，结果今天就给老子招过来这么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村死老太婆。后库那批盘点残次品劣质物资的活又脏又臭，没人愿意干，不如把它扔到后库当免费的冤大头苦力，省得他在大院里碍眼。哼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听到没有，死老太婆，在这方圆10里的仓储基地，老子钱大发就是天，老子的规矩就是法。知道知道。拿着这些表格，给老子滚去后库盘点，把招子放亮点，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敢在基地瞎打听，老子扒了你的皮！听懂了没有？滚！钱总放心，该看的，不该看的，我会分得清清楚楚。喂，死老太婆，叫你呢，磨磨唧唧的，没吃饭啊？赶紧给老子滚过来！请问我的工作区域在哪儿？看清楚这一片地方没有？这就是你以后的死人坑。今晚12点之前，你要是不能把这3个货区一共4200件物资的数量、型号、批次全部在登记簿上记清楚，老子当场让你卷铺盖滚蛋！4200件，一个人，在半天之内盘点完。总公司的仓储质检流程似乎没有这么不合理的规定。你脑子是不是让驴给踢了？老子老实告诉你，在这仓储基地，我们钱总就是天，钱总的话就是规定。你一个农村死老太婆，能给你一份饭吃就是老天爷开恩了，还敢跟老子顶嘴？这么说，这个基地
钱大发一个人就能说了算？那当然，老太婆，识相的就少说话，把招子放亮点，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要是敢在基地里瞎打听，老子打断你的腿！赶紧给老子滚去干活！行，这位小哥，你的话我记住了。今天晚上我一定会安分守己的把这些账目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他妈晦气！招来这么个古怪的死老太婆，老子在外面锁门，干不完今晚你就死在里面吧！钱大发，把老娘打发到这间藏污纳垢的废库里，是你这辈子犯下的最大错误。总公司拨款8000万采购高精尖物资，入库的却是200万的劣质山寨货，整整7800万的资产，就这么被钱大发通过物流损耗的名义洗走了。这分明是在喝楚氏集团18000名员工的血！快点，都他妈给老子动作快点！查车开慢点，别闹出太大的动静。这批货可是欧洲原装的尖端轴承，黑市上的买家已经出了3000万现金，今晚必须连夜运走销赃。老大，这样成箱成箱的往外运，要是明天总公司那边突然来人核对条形码，咱们怎么交代啊？前几天刚运走一货车批，这窟窿越来越大了。没出息，你怕个屁呀！只要下午赵副总裁一到，直接在总部系统里做一份系统数据丢失的报告，这批货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变成死账，懂不懂啊？高，实在是高，还是老大和赵副总裁手段通天啊！那今天新来的那个农村死老太婆怎么办？他今天盘点了一整天，要是被他看出端倪怎么办？哼，那老太婆就是个人事部塞进来的免费苦力，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土鳖，她能看得懂跨国物流的高科技条形码？放心吧，明天随便找个借口，让哥几个把她扔出去就完事儿了。赶紧搬货，少废话。钱大发，偷盗集团100亿物资，联合总部高层内鬼销赃，这一回人赃并获，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哎呦，周大指荐员，早啊！老子今天一大早去后库，发现堆料账本和销赃的原始底单被人动过，调了监控才知道，你昨天晚上不睡觉，在老子的地盘转悠的很奇怪啊！做贼心虚的人才会大清早去查监控，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觉得呢？去你妈的！少在这儿跟老子打岔！一个不知道从哪个农村泥潭里爬出来的死老太婆，也敢跑到老子的仓储基地来当正义使者？说，昨晚你到底看到了什么？把手机和搜到的东西立刻交出来！识相的就赶紧跪下把东西交出来，我们钱总动动手指头就能在京城捏死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拿着楚氏集团的100亿采购资金中饱私囊，用200万的工业垃圾替代8000万的核心物资，甚至连夜倒卖销赃。钱大发，你的狗胆真是不小啊！你竟然真的看懂了账本？你到底是谁派来的内鬼？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老子让你横着从这里出去！敢吃楚氏集团的饭，砸老子的碗！你个下贱的死老太婆！给老子去死吧！奇怪，这人不过是个普通的乡下村妇，怎么有这么强的上位者气势？钱大发，你身为楚氏领导，一吸底层员工的血，2欺上瞒下，窃取公司的利益，简直罪大恶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清楚，楚氏集团是天骄和大猫的心血，容不得你这种败类在这大放厥词。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楚氏的天还轮不到你来遮！反了，反了！你个农村死老太婆，竟敢打我！周素帆，你个该死的商业间谍，今天走不出这个大门，你以为你几句大话就能吓死老子吗？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你连续3个季度以次充好侵吞集团7800万资产的铁证。昨晚你带人秘密私卖核心轴承、倒卖销赃的视频，现在全部在老娘的手机里。你居然录像了！保安，把他的手机给我抢过来砸碎！快！要是视频传出去，咱们大家都得去坐牢！死老太婆，把手机交出来！
你个死老太婆，跟老子斗你还嫩了点儿！没有了手机里的视频，你空口白牙，总公司谁会相信你一个臭临时工的鬼话？钱大发，你以为我会用这么原始的方式保存证据吗？你就算把这间办公室砸了，所有的账目和视频也早就通过云端全面同步发往了董事长的私人终端。什么云端？董事长？钱总，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这死老太婆已经把证据发到了总部，那咱们干脆做个局，把她反诬成境外黑金商会派来的商业间谍，就说是她潜入基地偷窃100亿核心机密，被咱们当场人赃并获。对呀，间谍！只要把她扣上间谍的帽子，她发过去的任何东西都是恶意重伤的伪造证据。咱们先把她锁进后面那个废旧大仓库里，反正今天下午赵副总裁就要过来，只要他一到，咱们直接把这死老太婆当成商业间谍交给他处置，当场弄死他，死无对证。哈哈哈哈！没错，赵副总裁下午就到，只要有赵副总裁在，天塌下来也有人给老子顶着。周素芬，你发了视频又怎么样？董事长远在天边，赵副总裁可就在眼前。钱大发，你口中的那个大靠山今天要是敢来，老娘就让他和你们这群垃圾一起把牢底坐穿。死到临头还嘴硬，把这个该死的商业间谍给老子死死关进后面的仓库里，在赵副总裁来之前，一滴水1粒米都不许给他，老子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周素芬，想好了吗？别以为弄个什么破手表，搞个什么云端就能吓死老子！老子告诉你，在这地方老子拍死你就像拍死一只苍蝇一样简单。钱大发，你现在叫的越是大声，就越证明你心里怕的要死。侵吞集团7800万核心资产，私卖航空及尖端轴承，每一条罪状都够你这辈子把牢底坐穿。老子怕？老子有什么好怕的？你告诉这个死老太婆，老子下午要怎么跟赵副总理汇报？老太婆，你给我听好了，我们钱总已经联合了基地所有管理层，拟定了一份加急报告。你根本不是什么总公司的质检员，你特妈的是境外黑金商会秘密派过来的商业间谍，被我们钱总人赃并获。商业间谍，人赃并获。钱大发，你们颠倒黑白的本事倒是比你们的业务能力强得多。你觉得总公司的董事会全是你这种不长脑子的蠢货吗？总公司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赵副总裁一定会信，只要他点头说你是间谍，你就是间谍。钱大发，那你就祈祷赵国柱今天下午能活着走进这个基地。老娘把话放在这里，只要他敢来，老娘就让他和你们这群处事的蛀虫一起去监狱里做判。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你们俩给老子死死守在这大门头，一滴水1粒米都不准给他送进去。老子倒要看看，等下午赵副总裁到了，他还能不能这么狂。周素芬，老子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赵副总裁还有20分钟就到基地大门，老子最后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把这份商业间谍认罪书给老子签了，按上你的血手印儿。要老娘签认罪书？钱大发，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别给老子装什么铁骨铮铮，你以为老子不敢动你是吧？这4周断水断电没监控，只要老子现在把你从楼顶扔下去，伪装成偷窃机密败露后跳楼自杀，谁能查得出来？钱大发，老娘连执法队的手铐都戴过，在里面不见天日的改造了整整10年，什么样的亡命之徒没见过？凭你这几根破警棍，也想吓倒老娘？好你个死老太婆，真以为楚天骄能来救你是吧？他现在远在海外，能飞过来吗？这整个京城第1仓储基地，上上下下全是老子的人，在这一块儿，老子让你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楚氏集团能有今天的规模，靠的是天骄在商海里打出来的铁血手段。你不过是一只在基层喝血的臭老鼠，老娘最后警告你一次，现在跪下认错，把销赃的账目交出来，你或许还能保住一条狗命。疯了！这死老太婆彻底疯了！你
给老子动手！先打断他的左腿，看他签不签。老子先去接赵副总裁。哎呀，赵副总裁，您可算来了！您看看这临城高速这2天扩建，一路上委屈您舟车劳顿了，我钱大发给您请安了。钱大发，你这张脸是怎么回事？你这第一参储基地平时就是这么给集团管理资产的？赵副总裁明鉴啊，我这也是为了保卫咱们集团的内部核心资产才受的伤啊。就在今天早上，我们基地发生了一件天大的间谍偷窃案。间谍案？什么间谍案？说清楚！赵副总裁，总公司人事部不知道被谁收买了，前天塞进来一个农村老太婆当临时工，结果她竟然是境外黑金商会秘密派过来的顶级商业间谍，幸亏被我带人当场抓了个现行。黑金商会，钱大发，人现在在哪儿？你确定没有留尾巴吧？您放心，那死老太婆的手机和所有伪造的所谓证据已经被我当场踩得粉碎，人现在就锁在废旧大仓库里，没有您的首肯，她连一根毛都飞不出去。干得不错，钱大发，老子倒要亲自去看看这个敢动老子财路、不知死活的乡下死老太婆到底长了几颗脑袋。这边请，赵总这边请。赵副总裁，您快看，就是这个不知死活的死老太婆，她不仅偷看咱们后库的底单，刚刚竟然还敢动手打我。您必须得替我做主，把这个商业间谍当场废了。死老太婆，你完蛋了！赵副总裁已经到了。你白天不是很狂，说要让我们把牢底坐穿吗？现在再狂一个给老子看看啊！给老子上！先打断他的2条狗腿，给赵副总裁助助兴。是，钱总。死老太婆，给我躺下吧！住手！给老子住手啊！赵副总裁，您这是干什么呀？您怎么打自己人啊？这死老太婆是间谍，我让保安废了她，是在帮您捂着后库那7800万的红利窟窿啊！周总裁，周总，我错了，我赵国柱罪该万死啊！我不知道是您在这里啊！要是知道您在基层视察，就算借给我1万个狗胆，我也不敢让钱大发这只臭老鼠这么对您啊，周总。总裁，您开什么国际玩笑呢？这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穿得像个乞丐一样的农村死老太婆，她能是咱们总公司那个新上任的神秘 CEO？ 钱大发，你个该死1万次的绝户畜生，闭上你的臭嘴！你竟然把周总关在废仓库里！你想死别拉着老子全家垫背呀！总裁，饶命啊！我真的不知道是您啊，都是赵国柱，是赵国柱下死命令，让我每个季度必须给他凑2000万的现金红利。钱大发，你个丧良心的王八蛋！明明是你主动拉老子下水的。周总，您别听这畜生胡说八道。昨晚私卖物资的事情，我1分钱的灰色收入都没拿到啊，全在这畜生的私人账本里。赵国柱、钱大发，你们2个变脸的速度倒是挺快。刚刚你们在门外不是还商量着要把我做成跳楼自杀的间谍吗？怎么现在不继续了？周总，那都是钱大发的馊主意啊！我是楚氏集团的元老啊，我为楚氏流过血、立过功啊！周总，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把家产全部充公。立过功，赵国柱，你每年拿着几千万的年薪，却趴在公司的最底层喝员工的血。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你和钱大发吞进去的每1分钱，都要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动周总一下，老子灭了你们9族！妈呀！谁呀？谁又开车撞大门啊？周总，属下从海外一回来，在总裁办看到字条，又接到了高频遇险定位，1秒钟都没敢耽误，但还是来迟了，让这些该死的内鬼折辱了您，请周总责罚。天骄，起来吧，海外的残余清理干净了就好。后方这几只耗子虽然叫得大声，
但已经被我当场下了套。楚总救命啊！我真的不知道是周总亲自下基层啊！我刚才在门外都是听了钱大发这个间谍的谣言，我真的是清白的呀，楚总。清白，赵国柱，你和钱大发这10几年来在本系统建立的秘密分赃账户，还有昨晚连夜倒卖100亿资产的视频，现在全在我手里。你觉得你今天还有脸在我和周总面前喊清白？董事长、总裁，我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我把别墅豪车全部过户给公司，求求你们别让我去坐牢啊！全部抱头跪下，手放身后。最高董事局联合国家反走私执法总队办案，谁敢乱动，立刻开枪击毙！请总裁降罪。完了，彻底完了！这个农村老太婆，她竟然真的是只手遮天的大总裁！赵国柱、钱大发，你们的死活从你们背叛处事、榨取员工血汗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老赵，传我的总裁第1号令。是，总裁。第一，3分钟内全面司法冻结赵国柱、钱大发个人及名下所有关联资产、海外信托以及名下全部周边房产，彻底清零其所有可支配资产。第二，由你亲自带队，以巨额职务侵占、跨国走私100亿物资、蓄意谋杀集团最高总裁的罪名，移送司法机关严惩。带走。周总，彻底尘埃落定了。赵国柱和钱大发盘踞在北方系统的所有亲信，整整3个季度的秘密黑账已经被我们连根拔起。这10年的屈辱，这几天的凶险，您终于用自己的铁血手腕，亲手拿回了属于您的无上荣耀。天骄，我这10年来，在里面过的是不见天日、受尽白眼的日子。35岁那年，我为了所谓的亲情替周建国顶罪，出来后全家人却视我为劳改犯。周家的耻辱，甚至想把我活活打死。钱大发和赵国柱这群蛀虫，更要把我伪装成间谍，意外坠楼。这群见利忘义、丧良心的白眼狼和蛀虫，如今全都得到应有的惩罚。周总，善恶到头终有报，属于您的至尊时代，今天正式开启了。不错，他们以为我周素芬是可以随意践踏的垫脚石，但今天我就要让全天下看看，只要挺直了脊梁，谁也别想把老娘踩在泥潭里。楚氏集团不是任何一个高层内鬼的私产，它是天骄我还有18000名员工用命拼出来的心血。从今天起，只要有我周素芬在总裁办坐镇1天，楚氏集团就永远不会向任何黑暗与不公低头。属于我们的100亿辉煌才刚刚开始。大猫，我听到了，等我这就带好酒回山里看你。周总，这是刚从临城老家发过来的加急快递，寄件人写的是郑淑仪老夫人。林夕，素芬，城里冷，皮鞋硬硌脚，妈给你纳了双软和鞋，累了就换上。妈想你。妈，您怎么还费这心思？林夕，推掉这3个月所有的应酬，帮我备车，我要回临城。是，我这就安排总裁专属车队。董事长出国前特意交代过，海外的黑金商会余孽已经彻底肃清。接下来的3个月，集团没有任何需要您亲自出席的跨国会议。不用惊动车队，
就开那辆最普通的商务车。我这次回去是去接我妈。素芬，我的好闺女，你可算回来了！让妈看看在城里吃苦了没有？怎么瞧着又瘦了？妈，我不苦，我现在是楚氏的总裁了，再也没人能欺负我。我穿上您做的鞋了，特别合脚。哎，穿着妈做的鞋呢，合脚就好。建国和素英他们那是他们应得的惩罚。妈不怪你，妈只要你平平安安。妈，跟我去京城吧，女儿在城里买了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每天都能晒到最暖和的太阳。这辈子该轮到女儿来伺候您了。城里那么大，妈怕给你丢人。妈，您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没有您，就没我周素芬的今天。走，咱们回家。周总，老夫人，你们慢点走。这里的路虽然铺了青石板，但雨后还是有些滑。好啊，这片山头当年差点被砍光了，现在总算又变绿了。这多亏了周总，现在整个西山林场已经被楚氏集团出资全部买断，正式挂牌成了西山生态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绝对安全的，任何捕兽夹和猎枪都不可能再带进山里。是啊，当年我就是在这里看到大猫被困在火圈里。万物皆有灵，一转眼都过去10年了。当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去救它，它这是用一辈子在保佑你呢。大猫，我来看你了。大猫，想我了没有？对不起，这几天城里事情太多了，现在才来看你。你身上的毛全变白了，真好看。哟，这大猫在外面再威风，到了我闺女面前还跟个贴心的大毛似的。山君，周女士知道您嘴刁，特地让我从京城空运了最顶级的食材，今晚咱们好好聚聚。你呀，还是跟以前一样粘人。今天我把我妈也接来了，以后我们就在京城安家了。你想我了，就顺着山路来找我，好不好？素芬啊，妈这辈子受了太多的气，今天看到这神兽都对你这么好，妈这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妈，以后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甜。哎呀，这2个小家伙都长这么大了。妈，别怕，他们是当年大猫生下的那2只小猫崽儿。过来，到大姑这儿来。哎呦，小乖乖，跟你们妈妈当年一样，还跟个猫儿似的淘气，可不许咬人啊！山君，这是周老汉当年埋在后院的陈年好酒。周总说您最喜欢这个味道，尝尝。
大猫，谢谢你，谢谢你10年前陪着我，10年后还帮我守着这个家。素芬啊，妈活了大半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几次，真没想到今天能站在这么高的地方看太阳。那些过去的苦啊，咱都不想了。妈现在每天能看到你高高兴兴的，就知足了。妈，过去那10年，我为了建国戴上手铐，我从不后悔，因为我换来了您的平安。现在女儿有出息了，我不仅要让您享福，还要让这天底下所有善良的人都不再受欺负。周总，老夫人，按照您的指示，西山神兽生态守护基金今天正式成立。我们将无限期资助全国范围内的野生动物保护和贫困母亲救助项目。好，天骄，楚氏集团能有今天，靠的不是商海里的巧取豪夺，而是知恩图报4个字。只要我周素芬在总裁办坐镇1天，楚氏永远不会向任何人性的黑暗低头。大猫，我听到了，等我把手头的工作忙完，这就带好酒回山里看你。